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计划窜访台湾的消息引发中美两国各界高度关注。针对此事，美国总统拜登作出回应称，军方认为佩洛西现在访问台湾是个不明智的举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周四再次重申，如美方一意孤行，必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反对和反制。而对于拜登总统提到预计10天内会与习近平主席通话，外交部表示，中美两国元首通过各种形式保持着沟通，但目前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美国总统拜登周三接受媒体采访时，就佩洛西计划窜访台湾一事表态。Well, I think that the military thinks it's not a good idea right now. 美国政治新闻网称，目前尚不清楚拜登的话会否导致佩洛西取消或者重新安排有关行程。佩洛西办公室至今尚未证实此次访问计划，白宫方面也拒绝置评。美国政府内部其实对于佩洛西是否访台应该是有不同意见的，甚至可以说有比较激烈的分歧。对于国防部这些就是军人而言的话，他们也知道，中国大陆势必会采取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以及政治、经济、外交各个手段综合一起的做出这种强烈的反制。美国军方会承受到非常强大的压力，非常担心台海局势的出现，比如说一些不测事件或者意外事件的话，导致中美之间发生冲突。这点其实五角大楼不希望看到的。此前，英国《金融时报》援引6名消息人士的话称，佩洛西计划于8月率领代表团窜访台湾，一旦成行，他将成为继共和党人纽特·金里奇后，美国会众议院议长时隔25年再度窜访台湾。观察认为，佩洛西当前作为美国政坛的3号人物，若一意孤行窜访台湾，将是自中美建交以来，美方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性质最为恶劣的挑衅之一，将是华盛顿的巨大历史错误。中国外交部周四重申坚决反对佩洛西众议长访台的严正立场。发言人汪文斌表示，美国国会是美国政府的组成部分，理应严格遵守美方在台湾问题上的承诺。如佩洛西众议长访台，将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严重冲击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我们注意到，在本周的蓝厅，外交部已多次就佩洛西窜访台计划作出回应。然而，白宫方面的最新表态仍含糊其辞，无法确认此计划。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今日再次强调，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必将采取有力措施予以坚决应对和反制。我们说到做到。外界注意到，佩洛西此次窜台计划的曝光，并不是靠官方宣布，而是外媒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披露。因此，有分析认为，佩洛西的这一动作暗含多重政治盘算，其中最急迫的就是应对来势汹汹的中期选举。当前，美国国内通胀加剧，6月份更是高达9.1%，创下40年来新高。民主党籍的总统拜登支持率跌至谷底，民众怨声载道。佩洛西领导的众议院选情比参议院的还要糟糕，众议院任期只有2年，中期选举意味着全部改选，因此选举形势和席位分配受即时政治氛围影响很大。目前，民主党在众院拥有220席，只以非常微弱的优势领先于共和党。民调显示，共和党有把握在中期选举中至少拿下215席，因此只要在摇摆州的30个席位当中再获得5个席位，就基本锁定胜局。如果民主党失去众议院的控制权，佩洛西当然会丢掉议长的位置。更重要的是，拜登政府剩余任期内也会丧失在一般性立法程序中的主动权。与此同时，共和党籍的前总统特朗普、前国务卿蓬佩奥纷纷放出将参加2024年总统大选的消息。民主党面临选票危机，急需捞取更多政绩。此时，在台湾问题上展现出某种不输于共和党的激进姿态，正成为诸多选项中的优先项。台湾联合新闻网分析称，佩洛西当然知道窜访台湾会激怒北京，但让大陆做出强烈反应以及整件事发酵，或许正是他想要的。毕竟国会议长不代表美国行政部门，不用负政治责任，往年经验已显示这一点。一方面通过访台，它可以展现了所谓反华挺台这一个政治姿态。那么对于美国现在当前的一种政治氛围之下的话，对于他而言是稳赚不赔的，在政治上是可以得分的。另外一方面的话，我相信它背后也是有很多的，包括军工利集团的推动，也可以从中赚得盆满钵满。另一方面，佩洛西近期在美国内也丑闻缠身，急需转移民众注意力，以挽救自身的政治形象。
就在消息人士爆出佩洛西计划窜访台湾之际，美媒同一时间披露，佩洛西的丈夫保罗在所谓芯片法案投票前购入2万股半导体巨头英伟达公司的股票，总市值高达500万美元。这一交易时机引发舆论质疑，背后是否存在内幕交易？事实上，据美国相关机构统计，佩洛西夫妇去年的投资回报率在所有议员中位居第2，高达56.15%，远超回报率26%的股神巴菲特。有美国网友讽刺地说，殊不知真正的股神在美国国会。The Pelosi's as a family, her husband has profited by tens of millions of dollars during her time in congressional leadership. And it's not just the investment in domestic semiconductor chip manufacturing. This is what we've seen when Paul Pelosi has purchased stock options for big tech companies, making tens of millions of dollars as Nancy Pelosi slow-walked potential legislation to rein in the power of big tech companies. So this stinks to high heaven. 值得注意的是，包括佩洛西计划窜台在内，美方近期频繁在台湾问题上玩火。不仅有前防长埃斯珀等不同势力代表团窜访台湾，还在军事上动作频频。众议院通过2023年国防授权法案，再次鼓吹支持邀请台湾参与环太平洋军演。此外，美国务院批准了拜登上台以来的第5次对台军售案，金额达1.08亿美元。对于台湾问题，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周三在阿斯彭安全论坛上表示，美方不断歪曲和掏空一个中国政策，大肆提升美台官方关系，不断派高官访台，售台大量先进武器，发表军事防卫台湾错误言论。中方敦促美方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同中方一道，坚定反对和遏制台独，给和平一个机会，让和平胜出。President Biden has said many time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still committed to the one China policy.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support Taiwan independe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want to have a conflict with China. So only by adhering strictly to the one China policy, only by joining hands to constrain and oppose Taiwan independence, can we have a peaceful reunification? Can we have a long-lasting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aiwan Straits? 秦刚坦言，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与台湾同胞发生冲突，因此将尽最大的诚意努力实现和平统一，相信这最符合两岸人民的利益。When I arrived in Denver on Sunday, I saw President Lincoln's famous line on a billboard at the airport. A house divided cannot stand. We are both trying to prove that President Lincoln was correct. The House of China will stand united, firm and strong. 秦刚指出，中美之间有分歧，但更有巨大的共同利益。两国对世界和平、安全、繁荣肩负共同责任。当前，中美关系处在关键时刻，世界正进入新的动荡转型期，两国更需合作应对挑战，是走零和博弈的死胡同，还是合作共赢的光明大道？相信两国和世界绝大多数人民会做出明智的选择。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美国总统拜登称，美国军方官员相信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此刻访问台湾不是一个好主意。您对此作何解读？我的第一印象是，拜登的这个说法给人一种异常突兀的感觉。众所周知，美国虽然实行的是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与拜登总统互不隶属，两人谁也不能对谁直接发号施令。但是从理论上来说，佩洛西是否去台湾，绝对是一个政治和外交事件，必须配合美国政府的外交大战略。再加上佩洛西与拜登同属于民主党阵营，因此这件事情的最终拍板权应该还是在拜登手上。同时，根据美国宪法，军人是不能干预政治的。然而，拜登为了阻止佩洛西去台湾，却搬出了军方官员的意见作为挡箭牌。因为军方认为这不是一个好主意。我认为拜登这句话的背后至少传递出了3重重要的信号。其一是，拜登就是否让佩洛西去台湾，
专门听取了美军军方的意见。这就说明拜登及其国安团队已经意识到了，这件事情如果进一步发展下去，将不再是单纯的政治与外交事件，而会是一场激烈的军事事件。或者换句话说，它极有可能会引起两岸甚至是中美之间的军事冲突。因此，拜登要召集美国军方官员来评估这件事情所带来的可能军事后果，并且询问美国军方愿不愿意为佩洛西赴台保驾护航，有没有做好承担因此而引发的军事后果的准备。第二，美国军方官员回复拜登说，佩洛西此刻访问台湾不是一个好主意。这背后传达出的信息就是，美国军方尚未就因为佩洛西访台而引发的军事后果做好心理和行动上的准备，也不愿意承担因此而引发的军事后果。因为美国军方认为，这件事情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会导致台海局势失控，甚至是导致美军被卷入到一场尚未准备好的台海冲突中，因此不值得去冒险。第三，美国军方的这个判断，显然又是因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的表态。赵立坚说，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必将采取坚决有力措施，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必须完全由美方负责。美方相信，中方的坚决有力措施以及一切后果，指的就是中方会采取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所有措施来应对这一事态。拜登在被记者问到佩洛西访台消息时，还表示说：“我不知道这件事情的状况如何，并预计在今后10天内的某个时候会实现中美元首互通电话。”您对此如何看？我在前面讲到了，佩洛西要去台湾这件事情，不仅是一件高度复杂敏感的政治事件，稍有不慎，甚至会导致中美关系与台海局势地动山摇。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美国总统的拜登居然不掌握这件事情的进度，我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更大的可能性是，在这件事情上，美国国会与白宫之间，佩洛西与拜登之间是在唱双簧。其中众议院与佩洛西唱的是红脸，也就是主动对外抛出要访台的信息，而白宫与拜登唱的这是白脸，在为这件事情打圆场，留下转圜的空间。那么值得注意的是，今年4月份率先放出佩洛西即将访台消息的，并不是美国的主流媒体，而是日本的富士电视台，而且这家媒体并没有对外透露任何有关新闻来源的蛛丝马迹。当时我就认为，这是美国白宫官员或是美国民主党党内人士主动对外透露的，其目的是要通过提前放风的做法，既测试一下中方的反应，同时又可以趁机敲诈勒索一下中方，让中方在俄乌冲突问题上向美方做出让步。那么很显然，这一次美方又在故伎重演，企图通过英国的《金融时报》来对外放风，以达到测试中方底线与敲诈中国的目的。也就是说，这根本就是在演戏。而美方之所以把今年4月份已经演过的同样的戏码再演一次，原因就在于上一次演戏的目的并没有达到，没有能够通过打出佩洛西访台这张牌来迫使中方在俄乌冲突问题上向美方做出更多的让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又打出了一软一硬2张牌。软的是对外放话称将会取消部分对华产品加征的关税，硬的是将会派佩洛西去台湾。而拜登表示，未来10天内将会实现中美元首互通电话，实际上也就意味着，至少在短期内，佩洛西奔赴台湾这件事情又将会被暂时搁置起来。假如我的这些判断是准确的话，那也就意味着佩洛西访台这一页并没有真正翻篇，台海局势也并没有真正风平浪静。假如美方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仍然有可能会重新挥舞起手上的台湾牌。好的，也谢谢刘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
美军参联会主席米莱下令对过去5年来中美两军的军事接触进行全面审查。这种贼喊捉贼的做法受到中国舆论的挞伐，因为中美两军的所谓相遇，基本都是中方对抵近侦察的美军舰机进行警告驱离。但值得注意的是，米莱是在与中国军方高层通话之后下达的审查命令，因此也有落实两国两军管控分歧的因素。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军参联会主席米莱下令启动对过去5年间美中两军的所有军事接触展开全面审查。他在一份媒体声明中表示，过去10多年来，中国在经济和军事上一直在崛起，他们在太平洋地区变得更加大胆。他还强调，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和管控分歧将降低战略风险。美军的重点是现代化和战备，美军的合作伙伴和盟友网络是力量的源泉。有3名五角大楼官员透露，审查的命令是在本月初米莱和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视频通话后下达的。根据中国国防部发布的新闻稿，在本月7号的通话中，李作成对米莱强调，中方在事关国家核心利益问题上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如果有人肆意挑衅，就必然遭到中国人民坚定的反制回击。双方认为，保持两军关系稳定发展，避免引发冲突对抗，符合双方共同利益，双方可就此保持沟通。有美国国防部消息人士声称，米莱下令审查全面包括过去5年中中美两军所有的接触行为，尤其是中方舰机过分靠近包括飞机和舰艇在内的美国军事资产的情况，以使美军深入了解解放军军事活动模式的任何变化。分析指出，在近年来美军对华抵近侦察愈演愈烈的情况下，米莱下达的审查命令虽然有贼喊捉贼的嫌疑，但仍可被视为美方管控风险的具体措施。那么美军呢，他就要查一下。那么我想呢，实际上是有好处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军舰和飞机经常出现在中国的周边啊，经常是我们对它警告驱离。所以我觉得呢，就是美国一方面啊喊着叫着，就是说航行不自由了，这个中国的军舰飞机啊，这个航行或者飞行有危险动作了，那么你自己查一下，到底是谁的军舰飞机威胁了对方。我觉得应该有正面的因素，因为这还是为了避免碰撞，避免就是误读误判。那你这个全面的检查一下之后呢，那当然就可以看出来谁是麻烦的制造者了。有国际法学者指出，美军所谓的航行自由行动，尤其是抵近侦察，破坏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无害通过原则。但美国素来动辄以舆论战来美化其军事行动，例如近期美海军本福德号驱逐舰在1周之内接连到南海西沙、南沙和台海挑衅，美海军第7舰队对此高调炒作。值得注意的是，解放军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在就本福德号擅闯中国西沙领海发表谈话时，就发布了解放军跟踪监视并警告驱离本福德号的画面。本福德号驱逐舰呢，它实际上是在探测或者侦察中国的所谓底线或者是变化。它在西沙啊，就是靠近我们的岛屿啊，这个进入领海之后呢，它看到你有什么样的反应。那么到了南沙之后呢，它再看你，就是没有划领海基线的，又有什么样的反应？由于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既然大陆和台湾都属于是一个中国，那么台湾海峡，当然它这个之间就只有专属经济区，而不存在所谓公共的海域，或者就是美方讲的什么公共的啊这个水域。那既然如此，它就要从这儿穿行，看你有什么样的反应。智库机构南海态势战略感知计划在2021年美军南海军事行动不完全报告中指出，美军打着航行自由行动的旗号，在南海的活动明显增强，大大推高了中美发生海空摩擦冲突的风险。报告指出，2021年美军分数次向南海地区部署4个航母打击群、2个两栖戒备群、11艘攻击型核潜艇、22架次轰炸机。在空中，美军大型侦察机在南海开展抵近侦察约1200架次；在海上，美军海洋监视船、海洋测量船等侦察船也频频在南海开展作业，累计达419舰日。据公开数据统计，美军在南海及周边地区累计开展大规模演习演训95次，其中单边演习14次，双多边演习81次。过去中美两军通过一些措施来管控海空相遇的行为，包括2014年签署了多边的海上意外相遇规则，以及2018年原则同意东盟牵头的军机空中相遇行为规则。
必须指出的是，这两个规则生效的前提是意外相遇，并且双方都带着善意来应对意外相遇的状况。但是美军对华抵近侦察不是意外相遇，是来者不善，因此并不适用这两个规则。今年3月，美国提出组建所谓芯片四方联盟的构想，要拉帮结伙牵制中国的半导体崛起。但被邀入局的韩国至今不置可否。于是急不可待的美国最近要求其在8月底之前给出答复。韩国为何迟迟未做决定？顾虑在哪儿？面对盟友大哥的最后通牒，韩国最终会如何抉择呢？针对韩国被美国催促入盟，中国外交部、商务部相继作出回应，表示无论什么框架安排，都应包容开放，不应歧视排他。在全球经济深度交融的背景下，美方行径纯属逆流而动，不得人心。美国方面在今年3月提出的所谓芯片四方联盟，由美国、日本、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组成。依照美国的想法，美国和日本在芯片设计和零部件设备上具备优势，韩国和台湾地区则在芯片代工上领先。四方加强产业合作后，将构建从芯片设计、生产到供应的战略同盟，进一步抗衡中国大陆。目前，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对参与这一联盟十分积极，但韩国政府的处境非常为难。美国政府近日要求韩国在8月底前给出答复。对此，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长官李宗浩周三回应称，韩国应谨慎决定是否加入，因为这不仅会影响韩国的半导体行业，还会影响其他行业或者是韩国的整体经济。李宗浩表示，他已经就此问题收集了各方意见，包括在华韩企的意见。他重申，韩国应在对利弊进行冷静评估后，再决定是否加入芯片四方联盟。从半导体产业结构来看，韩国在生产方面需要美国的半导体原创技术，但在市场需求方面又非常依赖中国。韩联社周三在报道中提到，去年韩国半导体出口总额为1280亿美元，其中对中国内地与中国香港的出口份额高达60%。在韩国企业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半导体销售总额中，对华销售额所占比重均超过30%。同时，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均在中国大陆建有核心生产基地。加入美方主导的芯片四方联盟，无疑将破坏与中方长期友好的贸易关系。它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中韩之间的这个半导体产业的这个科技这个水平的差距在持续在缩小过程里面。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因为中韩两国它这个半导体产业的这个市场规模啊，它的一个资金投入以及它的这个科研人才储备上面是不对等的。所以中国这个半导体产业它的科技水平发展是一个客观的必然的过程，它必须跟中国进行合作，来中国进行投资设厂，这样呢防止来减缓中国能够独立自主的研发半导体产业的这么一个决心。韩国政府冷静评估之际，韩国商业月刊、韩国先驱报的媒体都用两难来形容其当下的处境。一方面是因为顾忌中国，另一方面是想借此提高身价，让美国更加重视自己。韩国政府眼下的压力在于如何平衡对华和对美关系。有分析预测，尽管五味杂陈，但在美国的胁迫下，韩国顺应美国的可能性很大。总体上，尹锡悦政府奉行亲美外交。5月底，在拜登首次访问亚洲之际，韩国已经加入了印太经济框架，后续再加入芯片四方联盟也将是跟进措施。还有业内人士发声表示，韩国的半导体产业一直在中美两国之间走钢丝，但美方发起的芯片四方联盟具有较强的政治目的，政府应考虑韩中双边关系，采取迂回参与的方式。现在看呢，就是说美国的芯片四方联盟呢，虽然已经提出了倡议，但它具体规则并不是很明确，说完全脱钩还是局部脱钩，还是说某个领域的脱钩，现在还不是很明确。20年之前，那么美国曾经是向韩国提出建议，要禁止韩国的这个电信企业采用华为的这种通信设备，但是韩国是抵制住了美国这种压力。那复杂考虑决定呢，他不敢完全的对美国说不，但是呢，他也不希望就完全的遵从美国的意见。针对美政府要求韩国在8月底前答复是否入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二指出，芯片产业高度全球化，各国分工协作，共同推动了芯片技术持续快速进步。全球芯片产业链供应链的形成和发展是市场规律和企业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美方一贯标榜自由贸易原则，却一再滥用国家力量，将科技和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大搞胁迫外交，试图人为推动产业转移、脱钩，破坏国际贸易规则，割裂全球市场。在全球经济深度交融的背景下，
美方这种行径纯属逆流而动，不得人心，最终必将以失败而告终。我们希望有关方面秉持客观公正立场，从自身长远利益和公平公正市场原则出发，多做有利于维护全球芯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事。针对美方组建联盟可能对中国半导体行业造成的影响，商务部发言人束觉挺周四表示，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是当前各方高度关注的全球性问题。中方认为，无论什么框架安排，都应保持包容开放，而不是歧视排他；都应促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而不是损害和割裂全球市场。在当前形势下，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防止碎片化，有利于有关各方，有利于整个世界。环球时报社评认为，和中国这么大的市场做切割，无异于商业自强。美国现在递给了韩国一把刀，并逼着他这么做。其实，华盛顿扔给韩国的问题，根本不是要不要加强韩美技术联盟，而是愿不愿意为了华盛顿的地缘政治疯狂做出自我牺牲。文章指韩国应有勇气对美国胁迫行为说不，这事关韩国切身现实利益，不应成为韩国交给华盛顿的投名状，而恰恰是检验其独立自主性成色的试金石。今年是中韩建交30周年。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外长朴振周三结束为期3天的访日行程后，飞抵首尔机场时对媒体表示，他本月初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借20国集团外长会之际会晤时，已就8月在华会晤的安排交换了意见。韩联社上周就引述韩国外交部一名官员说，预计朴振或将于韩中建交30周年纪念日所在的8月访华。如能成行，这或将成为韩中两国纪念建交30周年的重要契机。而中国驻韩国大使邢海明周二在纪念中韩建交30周年中韩友好论坛上表示，中韩两国携手走过的这30年，深刻阐明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中韩是志同道合、命运与共、不能分割的好邻居、好伙伴。中韩合作能办成大事、办成好事、办成长久之事。邢海明强调，30年前中韩两国打破冷战坚冰，共同开启了携手前行的新时代。现在如果有人搞新冷战，中韩应秉持建交初心，坚决阻止。同日，韩国新任驻华大使郑在浩赴华旅行。郑在浩今年62岁，美国密歇根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精通中文。郑在浩先后担任首尔大学中国研究所所长和亚洲研究所中美关系研究中心所长，曾在香港高校长期从事研究工作。2007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做过访问学者。值得一提的是，他和韩国总统尹锡悦是高中同学。中韩两国呢，要加强各方面的合作，就是要很认真的看到双方在合作上面，在对整个国际局势的判断上面有很多共同的共识和共同的深厚的战略利益，坚定中韩合作的一个发展方向。那么在中韩建交30周年之际，不能够被美国新冷战那种炒作受到影响。继续关注俄乌局势，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周三称，美国将再向乌克兰提供一批远程打击武器，其中包括4套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该决定得到了美国总统拜登的授权。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同日就表示，随着西方国家的武器不断流入乌克兰，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目标已经不再限于东部顿巴斯地区。当地时间周三，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以视频方式召开的拉姆斯坦因模式北约多国军援乌克兰第4次会议开幕式上表示，本周美国将宣布对乌克兰的一项新的军事援助计划，其中包括4套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美国援乌的海马斯总数将达到16套。此次援助计划中还将包括用于多管火箭炮的弹药。It will be our 16th drawdown of equipment from DoD inventory since August 2021.It will include 4 more HIMARS advanced rocket systems for a total of 16.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莱则在会后的发布会上表示，至少有200名乌克兰军人已经接受了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的战斗使用和维护培训，目前培训项目仍在继续。米莱同时表示，美国及其盟友将继续提供乌克兰所需的武器。另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国防大臣本·华莱士周四表示，英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新一轮武器援助，包括反坦克武器、无人机、弹药等。华盛顿邮报报道称，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今年夏秋两季的首要任务。
报道称，美国和欧盟成员国正在激活国防工业企业增产武器，美欧还希望追加提供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用于巩固乌克兰近期在战场上取得的进展。不过，报道同时指出，增加提供武器装备以及加紧展开培训，这些措施效果如何，可能要到明年春天才能看得出来。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就表示，俄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仍然是乌克兰去纳粹化和去军事化，但由于美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包括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在内的重型武器装备，俄方在乌军事行动的范围发生了变化。Это далеко не только ДНР, ЛНР, это еще и Херсонская область, Запорожская область и ряд других территорий. И этот процесс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причем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и настойчиво. 拉夫罗夫还表示，如果西方国家继续加码对乌武器援助，俄方在乌军事行动范围将继续扩大，俄方绝不允许西方武器对俄领土造成威胁。从拉夫罗夫外长的这个讲话可以看出来，那么俄罗斯未来的谈判也就不再局限于顿巴斯，就是卢甘斯克、顿涅茨克两州，他可能会要求占有现在他临时占有的像赫尔松、像这个扎布罗热，甚至包括以后的哈尔科夫和敖德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外交还是战争的继续。在战场上，如果说取得胜利的话，他的外交的谈判的要价就会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随后回应称，俄外长拉夫罗夫的最新表态进一步显示出俄罗斯吞并乌克兰部分地区的野心。These comments to us only further demonstrate that Russia is moving toward the annexation that we've warned about, and they serve as a reminder of the ultimate purpose and objective of Russia's illegal, unjustified war against Ukraine. Despite what we heard in the run-up to this war is nothing more than a war of territorial conquest. That's what we warned about before February 24th. 战事方面，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周四报道称，当天上午，乌克兰东部哈尔科夫市人口稠密区遭俄军大规模炮击。根据当地紧急医疗救助中心的初步数据，有17人受伤。对此，俄方暂无回应。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周三通报称，俄军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在敖德萨摧毁了美国提供给乌克兰的鱼叉反舰导弹系统，并对该地区的乌克兰军队预备役训练中心实施打击。同时，俄陆军航空兵部队、导弹和火炮部队打击了多个乌克兰指挥所和弹药库。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视察了参加对乌特别军事行动的俄西部军区部队，并听取了当前作战情况的报告。绍伊古要求俄军要进一步提高效率，在边境地区打击无人机，并坚决阻止民族主义分子对俄控制地区的攻击。另据俄新社周三报道，扎波罗热当地官员表示，3架乌军无人机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区域，导致核电站行政大楼起火。报道称，目前火已经被扑灭，核电站11名工作人员在袭击中受伤，4人伤势严重。核电站反应堆和其他基础设施并未受损。扎波罗热核电站位于乌克兰扎波罗热州埃涅尔戈达尔市，是欧洲最大核电站，发电量占乌克兰核能发电总量的25%。乌武装部队周三发布消息称，摧毁了俄军位于南部赫尔松州的一个先进雷达站。报道称，该雷达站专门为监视低空和超低空目标，在距离乌军阵地约100多公里处被摧毁。法新社分析认为，当俄对乌特别军事行动重点集中到东部的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乌军将在南部地区发起反击，并逐步取得一些进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高级助手安德里耶尔马克近日还声称，乌克兰必须在冬季前赢得与俄罗斯的战争，以防俄罗斯长期作战。冬季过后，俄罗斯将会有更多的时间攻城略地，战况肯定会变得更加困难。从2月24号这个战争展开以来，我觉得双方都有一些所得有所失。俄罗斯的这个胜利不是战略性的，不是决定性的，所以这个战场我的判断还是属于僵持阶段。当然，从双方的这个角度来看，不管是普京还是泽连斯基，还是希望战争能够尽快的结束，那么损失降到最低。至于冬季会不会结束，还是要依赖战场形势的变化，还有两国军队的战斗力、两国军队的战斗意志。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俄外长拉夫罗夫周三在接受本国媒体采访时称，俄对乌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将超越顿巴斯地区，引起外媒普遍关注。您对此如何看？好的，主持人，我认为俄罗斯外长的这番表态呢，值得各方重视，尤其是
对作为交战对象的乌克兰而言呢，这恐怕是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更加残酷的现实。军事行动仍然将会持续，乌方呢将继续付出相当惨重的战争代价。我认为拉夫罗夫昨天的说法呢，也等于是在隔空回应了抛给美军参联会主席米莱的一个关键的问题。昨天在五角大楼，米莱呢在参加完和乌克兰方面的一次视频连线会后出席记者会，有记者呢就直接发问：顿巴斯失守了吗？那么米莱他的回答当然是否认，还没丢，但是呢形势比人强。米莱昨天也只能玩嘴皮，声称说顿巴斯战事仍然在拉锯，乌军仍然在抵抗，仍在让俄军为占领的每一寸土地付出代价，云云。但是呢，拉夫罗夫的最新的表态，尤其是和谈已没有意义的强硬喊话，显然意味着俄方他的战事评估与目标设定已然在超越整个顿巴斯地区。至少在俄方看来，东部顿巴斯会战的战局已定，俄军在占领卢甘斯克之后，扫尾拿下顿涅茨克也只是时间问题。那么结合上周俄防长绍伊古在前往乌东前线发出的进攻所有方向的动员令，俄方在行将全面拿下顿巴斯地区之际，顺势调高了行动的目标。那么拉夫罗夫在访谈中谈到了南部，比如赫尔松州、扎波罗热州以及其他几个已经占领或者是部分占领区等等。俄罗斯外长就声称说，这一进程是符合逻辑的，也是连续的。对此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做出了愤怒的回应，指责俄方只要流血，无意和谈等等。那么俄乌冲突已经持续了5个月，现在看来呢，双方都没有和谈的意愿。而俄军在扩大攻势、拉长战线之后，会不会重演行动之初多线作战，最终不得不放弃围攻基辅那一幕，需要进一步的跟踪。但是呢，在俄乌冲突长期化的这样的一个既定现实之下，美国学界玩笑式的所谓不惜打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的战略警告，正在成为乌克兰必须权衡面对关乎生死的一个沉重而且是非常紧迫的追问。北溪1号在结束年度检修之后，已在周4清晨恢复供气，这意味着俄欧斗气画上休止符了吗？俄气公司 Gazprom 的动作不仅让德国甚至是整个欧洲大陆呢都长舒了一口气。俄气公司恢复供气是在欧洲中部时间周4早晨6时，那么短短1小时内，供气量就恢复到检修前最后一天，也就是7月10号的供气的水平。当然呢，这和欧冲突爆发前的北溪1号供气不在一个量级，只达到冲突前的40%的水平。所以就恢复供气行动而言呢，这只是有限度的恢复，暂时缓解了欧洲大陆的断气焦虑。那么俄气公司 Gazprom 今天发布声明称，恢复供气再次证明自家企业是欧洲的能源安全的保障者。但是呢，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哈贝克今天毫不退让，指责 Gazprom 不是保障者，恰恰是德国能源安全的最大的不稳定的因素。那么目前德国可以说是深受能源供应短缺之苦，实施的燃气紧急状态3阶段计划呢，已经进入到了第2阶段，举措包括推动燃气电厂改造用煤等等。而第3阶段，也就是最后的紧急大招，那么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燃气配额供应。所以俄欧斗气会画上句号吗？当然不会。如果说军事战争是大国外交的延续，那么在俄乌冲突引发空前激烈的大国博弈与阵营对抗之下，能源大战势必也会成为军事对抗的延续。殊不知，欧盟国家现在呢也正在对俄罗斯进行极限制裁。欧盟外长会本周也刚刚商讨了所谓制裁俄罗斯黄金出口的可能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里恩周3在记者会上就公开指责说，俄罗斯现在正在将对欧的能源供应武器化，未来呢不排除这个克里姆林宫对欧洲切断能源供应的可能性。冯德里恩承认彻底断气是一个可能的场景。他宣布欧盟已经制定所谓存储燃气安全过冬计划。在我看来这实际上就是德国燃气供应紧急应对方案的欧盟放大版。方案呢就要求欧盟27个成员国即时起到明年3月之间，要各自制定削减15%燃气消费的这个计划。削减额呢基于成员国过去5年同月的平均消费量来做基准确定，主要聚焦压减商户以及公共建筑的燃气消费。到9月，那么欧盟各国就需要拿出切实的方案。
西班牙今天已经对欧盟的减气方案公开唱反调，可以预料未来一段时间，外部与俄罗斯的这个斗气的前景不明，那么欧盟内部它的斗气的争吵也是少不了的，甚至会有愈演愈烈的势头。